嗨，大家，你现在收看的是 Olivia OO， 我是 Olivia OO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旧棉梯的改造。今天这集所使用的方法非常的容易，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要染布跟拼接。如果你也有一件这样的旧棉梯的话，不妨试试看今天这样的改造。首先，我们要先找到这一个衣服的中线。这时候如果可以摊得越平的话，你剪裁出来的效果就会比较平整，比较好。测量两端点的距离，取中间的值，就可以找到中点。然后我们也要连接这个中点，变成中间的中线。如果你有滚刀跟切割垫的话，这里会比较方便裁切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可以先用大头针或者是夹子固定，会比较好剪裁出比较平整的线。我想要保留它这个角落的这个标签，所以我们拿另外一边去染布。按照你所使用的染剂的指示来执行这个步骤。我的染剂需要的是60度以上的水、洗碗精、盐跟染剂。网络上还有很多人分享怎么用天然染剂，譬如说蔬菜或者是种子来做染剂，大家也可以参考比较天然的做法。在把布料放进去的时候，要确保布料可以在里面完全伸展开来，而且完全浸泡在水里。一般染剂在最刚开始的10分钟，温度最高的时候是一个关键，所以大家在那时候要不停的搅拌，让它的染剂吃进去。我的棉梯大概只浸泡了30分钟左右就拿起来了。大家如果想要更深色或者是更饱和的效果，可以放大概1个小时。接下来用冷水冲洗，把所有的染剂都冲干净，到你挤压的时候水出来没有颜色，那么就可以丢到洗衣机里洗，然后烘干或者是晾干。在剪裁的地方或许有一些翘起来，你可以用熨斗把它烫平。接下来我们要做拼接，正面对正面，像这样子。对齐上下之后，缝这一条线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上下对齐之后缝这一条线。因为我们现在的布料上面的是黑色的，下面是白色的，所以线轴的颜色也要以此做搭配。换好线的颜色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缝了。像棉梯这样的弹性布料，这里建议大家用聚酯纤维成分较高的线来缝。缝完之后做试穿，试穿之后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可以用之字形收边。参考自己说明书上面写的弹性布料的收边方法，调整到最适合你的这个缝针设计之后，你就可以开始收边。如果你的上缘的布料太厚的话，你不想要这样缝过去，或者是缝不过去的话，你可以考虑把它两边左右摊平，像这样子，把它缝在自己的那一部分的边缘上。这里要记得搭配衣服的颜色去换上下线轴的颜色。这一集非常初学友善的旧衣改造就完成了。
这集就到这里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